沈建成和初恋复合的消息惊动了整个沈城，妈妈蹉跎半生，却成了众人口中的小三。凉风阵阵，我焦急的驱车穿梭在雨夜，水潭打湿了我的衣角，我却视若无睹。我手机朋友圈第一条是未婚夫和闺蜜的亲密照，我擦去眼角的泪滴，冷漠的点了点头。当我找到他时，他仿佛老了10岁，映入眼帘的是拿着照片跪倒在地的妈妈。程程，你爸爸抛弃我了，他说做完沈城那天会光明正大娶我。我等了又等，只等到他和白霜复合，我又成了那个见不得光的外人。妈，那毕竟是你听说的事，真实情况可能不一样。当初爸爸为了你抛弃所有，东山再起，现在阻挡的人都消失了，他怎会舍得不要你呀？这是他刚发给我的消息，还有一大笔钱。他说白霜肚子里怀了他唯一的儿子，他不能没有继承人，他想让他们认祖归宗，却没想过我们。那我呢？等了20多年，生下女儿，最后只有一句，不要来打扰他们一家。就因为这个抛弃爱他多年的伴侣，宁愿担负负心人罪名，也要一个孩子。程程，你不是私生女，他抛弃了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再打扰他。程程，你愿意和妈妈离开吗？还是要和你未婚夫留在沈城？我不要他了，你是我的妈妈，我自然跟你一起走。怎么了？你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？都已经要结婚了。爸爸和你那么多年都这样，何况我们？张成看不上我的出身，又不想结束游戏人生的生活。他爱我没错，可是也爱其他人。都是妈妈不好，害你连好人家都找不到。泪水顺着眼角滑落，我们只能相拥取暖。妈妈，我们还有自己，还有对方，是他们的错，我们为什么要伤心？我们离开也好，去过另外的生活。回到我的公寓，迎面而来就是熟悉的两人。程程，你回来了，我们是来和你解释的。我知道你还不能接受，但事实如此，上流社会都这么生活。你们不是去派对了吗？来我家做什么？玩到半路不舒服了，需要我打120吗？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来看你的。程程，我已是最好的结婚人选，你做我老婆，香香做情人，不好吗？毕竟你身世无法给我太大帮助，但我还是爱你的。程程，你不要任性了，不要追究太多的公平。程哥哥说的没错，你们在一起就很好，我们2个一起帮助他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们家那边，我们也可以帮你说几句话。你敢打我？程程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宁香香，你自己下贱，别带着别人。我陪了张成那么多年，你哪来的脸？你们在我面前做恶心事，还指望原谅？现在从我的房子里面滚出去！我哪里有错？你给张成什么？你陪了他很多年，难道我不是吗？你妈这么多年没名没分的，我只是让你别走你妈妈的路子。马上沈叔叔要娶白霜阿姨了，你妈就是小三。要不是张成惦记你的付出，你以为还能进张家的门吗？程程，你太过分了，你难道还没看清情况吗？一旦你爸结婚，你妈就是第三者，你就是私生女，连进我家门槛都不能。要不是香香不忍心伤害你，你以为我还会娶你吗？识相点，和香香道歉。我道歉。余光扫到旁边的拖把，我直接拿了起来，打在了江晨的头上。宁香香预料不及，吓得尖叫，失去了平衡。你大可以叫，让所有人看到你们蛮不讲理的模样。这是我家，我大可以报警抓你们，你们的好意我也不需要，就当我活该被骗那几年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有本事你这辈子都不要来求我。大门关上的那刻，豆大的泪水滴落。我和张成青梅竹马，相恋5年，他曾陪我度过无数节日，是我最坚实的依靠。本以为他与众不同，却被现实重重打击，变了，沉迷酒色，满口恶臭。曾经的甜言蜜语，如今成了刺向我的肩膀。那些情与缘似乎都断了，这曾是我们憧憬未来的地方。他曾无数次抱着我，畅想着孩子的未来，所有的承诺，如今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泡沫。我决定放弃这一切，带着妈妈离开，却被父亲派来的保镖拦住了去路。沈总有命令，你们不能离开这里。
我们被软禁在别墅里，度日如年，直到白霜生子，我们才被放出。我们被强制带来参加白霜孩子的庆生宴。宴会厅内，形形色色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，窃窃私语声如刀般刺耳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估计是不甘心，苦了云楚，等了那么多年，还是小三。他女儿也倒霉，张家少爷抛弃他了，人家门当户对，都发婚礼请柬了。张成要结婚了，我的心似乎被戳碎了，密密麻麻的酸痛。妈妈握紧我的手，满眼担忧。我勉强微笑，与妈妈一同面对这一切。没事，倒是妈妈，你不要放在心里。妈妈拍拍我的手，眼角的皱纹挡不住曾经的风华。妈妈没事，我付出的时间虽然多，但那也让我看透了一个人。以后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。晚宴灯光聚集在门口，白霜和爸爸穿着配套站在门口，满脸堆笑应付身旁的人群。他们的目光都落在白霜的臂膀上。刚出生不久的同父异母的弟弟，目光所及是曾经给过我宠爱的爸爸。我强忍着内心酸涩微笑，妈妈，那是我弟弟吗？那边传来倒吸一口气的声音，转眼已是隐忍的泪水。我看向中央爸爸，当着众人的面宣布孩子是沈家的独生子。白霜是我的初恋，等了我这么多年，还给我生了一个孩子。今天的庆生宴也是我对白霜的承诺，以后白霜就是沈家的夫人，以后沈家的家业只能是我儿子沈琦的。白霜保养得当的脸蛋温润大方，立刻扑在爸爸的怀里，一派情意绵绵的模样让众人拍手称赞。爸爸说完后，似乎看到了人群后的我和妈妈，转眼眉宇间深蹙。至于我曾经的伴侣，那也是陪了我很多年，该给的我一分不会少，其他的我也不会多给。双儿体贴，愿意感激他们的照顾与陪伴。话里的施舍之意赤裸，周围人的目光顿时火辣辣的嘲讽。看到爸爸那敲打的视线，我转身挡在了妈妈前面。而这时手机的铃声恰好响起，打开一看，是朋友发来的一段视频，是张成跪地求婚令香香的视频。画面里的男人一身灰色西装，面色清俊俊美，紧紧盯着怀里的女人。香香，我这辈子爱过很多人，但想要结婚的只有你一个。你放心，结婚后我只会有你。我倒吸一口气，直接将手机甩开，手机应声刷在了地面上。我走到爸爸面前，一字一句：你这是在阴阳怪气谁？我妈陪了你那么多年，要是真的为你的钱，早就另找他人了。沈家这么有钱，也没有多少花在我妈妈身上。我看不上你，我妈妈更看不上你，所以你还是全都给你这半路得来的夫人和孩子吧。尖锐刻薄的话语让爸爸的脸色更加难看。谁教你的？我让你们来是来捣乱的吗？你要是不愿意在这里，就和你妈妈滚出去。话音一落，一群保镖将他们带离现场，直到他们重新出现在别墅，这才有了喘息的机会。我联系好别墅里的王叔，让他给我们留下钥匙。王叔调离保镖后，准备好现金和车辆便离开。电视里爸爸和张成上了热搜，妈妈看着画面里古板却温柔的爸爸，已然没有了伤心。程程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我认真的点头，和妈妈在夜里结伴逃离。夜色深沉，新的旅程即将开始。和预想的差不多，爸爸的车子跟在后面，最冷淡人包出地围堵。夫人，大小姐，现在回去还有机会，沈总不会为难你们。不可能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车子被激烈的撞击摇晃，妈妈吓得脸色苍白，但还是紧握我的手。身旁的手机声响起，是爸爸。云楚，我给你机会，在我耐心消失之前赶紧回来。妈妈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捏着手机的手泛白。沈总，我不过是你不要的棋子，现在回去有什么意义吗？你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，我离开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我说的话你也能违背吗？给你3分钟，赶紧回头。那边若有若无传来一声低吟。沈总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男人没有半分心虚。你只需要待在我的身边。妈妈挂断电话后瘫软在地上，我心疼地抱住妈妈，余光扫到手机上的信息。做夫人已经晚了，只能做我的情人，香香能帮我更多。心里一股郁气，我将手机狠狠摔碎。车子随着追逐而不断漂移，我的心境却越发冷静，妈妈的清醒也越发稳定。妈妈，你相信我吗？妈妈含泪点头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。车子开到海边，已然没有了退路，身后人群在不断逼近，气氛越发紧张。我推开司机坐到驾驶座上，和妈妈一起冲进海里，将品进了海中的最后里。我听到了爸爸和张成那绝望而崩溃的嘶喊，海水四面八方般涌过来，
将我们2人包裹着。车内有应急设备，我攥住车内锤子砸开，跟我妈妈一起从车窗处逃离。幸亏我妈妈之前做过潜水教练，水性很好，因此我们能在海水中屏住呼吸很长时间，不断游泳。抬头露出水面，稍微缓了口气。一艘游轮已经停在了目的地，正是我和妈妈安排的那艘。手被妈妈抓住，妈妈拖着我朝我歪了歪头，明白过来，我便跟上妈妈往游轮那边游。海上漂浮多日，母女2人精疲力尽。母亲云楚用尽最后的力气托举着女儿，获救的瞬间，他们已然耗尽所有力气。2位女士先去换衣服吧，衣服热水都备好了，今天可以安心休息。游轮上的人不会知道你们的身份。多谢。简单的擦拭是重生的开始，房间内一切都已准备妥当。程程，先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热水浇灌，温热包裹，让他感觉重新活过来。换上新衣，立于甲板，内心恢复了平静。果然，大海拥有治愈人心的魔力。他对着大海大喊，宣泄着积压已久的郁闷。望着海面，他憧憬着崭新的人生篇章。背后传来脚步声，是母亲云楚。程程，后悔吗？这是我这么大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害你受委屈了。妈妈，不怪你，从今往后我们会迎来崭新的人生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声刺耳的喇叭，几公里外，一艘打捞船正在紧张作业。船只紧张作业，海边围着乌泱泱的人群，乌泱泱的人群预示着不祥的事件。父亲沈建成正拿着喇叭指挥，即使隔着很远，沈成也能听见他的声音。一件昂贵的西装，一条领带被随意丢弃在地上。沈成知道那是他父亲沈建成的衣物，他毫不顾忌地用喇叭呼喊着妈妈的名字，一滴温热的眼泪顺着脸颊慢慢滑落。妈妈，没事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那个男人流泪。好，妈妈，你想哭的话大声哭出来。游轮越开越远，岸上的景色也越来越模糊。沈成却看到有个人急急忙忙地从车里下来，我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妈妈，我想上去看看。好，妈妈陪你。顶层的风很大，吹得沈成有点睁不开眼睛。几公里外的景象通过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晰。沈成看到了他的前未婚夫张成，爸爸手里的喇叭被张成抢了过去。程程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啊！海面太宽阔，他的声音很飘忽，回不去了。看着张成那一副深情的样子，沈成都觉得恶心想吐。抬头喝口水的功夫，妈妈突然发出一声尖叫。啊！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正悄然降临。沈成放下水杯，再次望向远方。望远镜里，张成竟然抓着爸爸的衣领挥拳。就在我担心时，爸爸竟然咬了张成一口。张成松手，爸爸反身一拳打歪了他的脸，他的脸开了花，红色血液不断从嘴角流出。这一幕完全出乎意料，太刺激了。你呀，不心疼？不心疼，我还觉得打轻了。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上去揍死他。继续看吧。岸那边的吵闹还在继续，越来越激烈。你他妈的竟然敢打我！他握拳朝爸爸脸上招呼，很快两人打成一团。爸爸毕竟平时有锻炼，打架占上风。张成那样的花拳绣腿，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手机不在身上，不然真想拍下来记录。警察把他们拉开了，两人都挂了彩。张成和我爸脸上都挂了彩。沈成身体抖了一下。别看了，这里风大。我们回船舱。好。我回头看了眼望远镜，心里却多了一股酸涩。都说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我不明白张成和我爸演这一出给谁看，也不知道我那好闺蜜和白霜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感想。回到船舱，我和妈妈便回房补觉。折腾了这么久，我也有点吃不消了，补了个觉。等从房间出来，天色已黑，夜晚的海面黑压压的如同深渊，我却很向往，感受着夹杂着水汽的海风。睡了一下午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妈妈端着晚饭回来了。醒了，回房间吃饭了。妈妈抿唇笑着，温柔优雅，重新回到了她身上。我点了点头，跟进去房间。等我出来时，桌上已摆满了晚饭，热气腾腾的3菜1汤端上桌。妈妈走过来，把汤摆在我面前，趁热喝。妈妈在我的对面坐下，看着我吃。我点头，拿起勺子开始喝汤，熟悉的味道在口腔散开。这是妈妈亲手煲的汤。喝着汤，看着妈妈，我的眼泪竟然掉下来了。怎么好端端的还哭了？别哭别哭！我的情绪波动吓到了妈妈，她立马递来面巾纸。妈妈伸手抱住我，给我温暖。吃过晚饭睡了一下午的我，现在一点也不困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穿着拖鞋敲开妈妈的房间，妈妈，今天我想和你一起睡。妈妈揉揉我的头发，看着我温柔点头。躺在妈妈的身边，我竟然多了一丝困意。不知何时，沈晨在游轮上沉沉睡去，清晨的阳光将他温柔唤醒。醒来时，妈妈已在床边安静守候。
母女相视一笑，心照不宣。一夜休整，母女状态好转许多。母女换上新衣，前往餐厅用餐。刚入餐厅，电视里新闻传来，电视正播报着他们的坠海身亡，汽车被打捞上来，车内空无一人，只剩下他们的随身物品在里面。听着报道，沈晨倒是松了口气。警方判断，两人已沉入海底。他转头又有些担心妈妈，妈妈脸上更多的是释然。去吃早饭吧，这里有你最爱吃的板栗糕。沈晨吃着早餐，注意力还在新闻。警方打捞仍在继续，依旧一无所获。镜头里出现两个裹着绷带的男人，我认出那是便宜爸爸和未婚夫。张成竟然还拄着拐杖，眼包严视。沈晨深呼吸，移开了视线。海面上满是打捞船只，一队潜水员从海面冒出头。沈建成癫狂的模样让他觉得陌生，耳边突然传来惊呼声。母女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电视，旁边传来遗憾的声音。可，就一个空箱子。打捞上来的只是一个空箱子啊！你们快看头条新闻！新的头条新闻再次打破平静，短暂平静后，新的变数浮现。陆征的出现让平静泛起波澜。沈晨意识到，这是反击的契机。陆征与沈建成之间的矛盾是我们的突破口。你确定这样做不会更危险吗？面对母亲的担忧，沈晨眼神坚定。我决定主动出击，为我们谋一线生机。林楚看到女儿的成长与坚定，我支持你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母女同心，复仇序章即将拉开。她已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女孩，母爱深沉，支持与担忧并存。她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力量，眼神中是即将开启的复仇决心。海上棋局已然开启，邮轮图书馆宁静而肃穆。沈晨开始搜集陆征与沈建成的商业记录，大量数据是他寻找真相的利器。他仔细比对数据，寻找蛛丝马迹，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关键线索。意外的帮助让他的调查更进一步，一份新的资料带来新的希望。这份资料或许能给你些线索。谢谢您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尘封的旧事逐渐浮出水面，凭借智慧，他编织着复仇之网，每一点线索都让他更接近目标。复杂的商业关系在他眼前清晰起来，复仇的计划已然成型。带着新的发现，他走向下一步。夜晚的甲板，海风呼啸，茫茫大海映照着他坚定的心。曾经的软弱已被风吹散，他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眼神中是复仇的火焰，呼吸之间尽是力量。他已成为这场海上棋局的执棋者，但在风口浪尖，他无所畏惧。属于他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序幕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吃完早饭，我和妈妈走出船舱，阳光明媚，海风轻拂，我们走向甲板，海面波光粼粼，清澈而明亮，抬头能看到一片海鸥自由飞翔。游轮继续行驶，我和妈妈放肆享受。警方又打捞了2天，依旧一无所获。官方通报已无打捞意义，他曾经让我痴迷的脸已憔悴不堪。我爸让打捞队不停在大海里找人，可他们依旧徒劳无功。再次看到这张脸，我似乎完全平静了。当初的悸动早已不复存在。当初的我到底被下了什么降头，竟会对那张脸如此痴迷？各位旅客，还有半小时游轮即将停靠。工作人员提醒，唤回我的注意力。我们开始收拾行李，听着游轮汽笛声，陆地渐显。我看到不远处的陆地，椰子树成群，码头游客活力四射，开始幻想着新生活会是什么模样。游轮停靠在码头，乘客陆续下船，陆陆续续有乘客从船上下去。我和妈妈留在了最后。游轮主人一脸笑容送别客人，我和妈妈把准备好的礼物送了过去。一路平安。虽然没有多言，却真心实意。我心里再次注入一股暖流，下了游轮，站在陆地上，真实感涌上心头。这几天一直在海上，都快忘记陆地了。一缕微风吹过，感受着一丝凉意。程程，我们先去安顿下来。好的，妈妈。新生活即将开始，充满希望。等妈妈联系房屋中介时，我打量着这座城市。这座城市很有海岛风情，随处可见椰子树、果树，房屋色彩斑斓，很有多巴胺特色。我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不少人冲我挥了挥手。住在这的人都很热情洋溢。等了10几分钟，中介骑着电动摩托车来了。云女士是吧？我们刚刚通过电话。我和妈妈跟随房屋中介看了10多套房子，都没有挑选到合适的。我和妈妈手头的钱足以我们过好。既然要开始新生活，好的房子至关重要。不抱希望能够在1天之内找好房子。在看到最后一套房子的时候，大门开启。眼前的环境倒是让我眼前一亮。这别墅占地面积不小，院子里有凉亭、花园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。第一时间吸引我的是2楼一面巨大的落地窗，窗户直对海边，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推开窗就能闻到咸咸的海风味。妈妈，要不就这里吧？妈妈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我们俩的想法一致。
快去交了钱，拿了房产证，我和妈妈也顺利入住了别墅，有了自己的房子。接下来就是规划甜品店了。吃过晚饭，天色还是亮的，真美。妈妈望着海边，脸上的笑容也越发的多了。或许是脱离了那座满是伤心的城市，我由衷的替妈妈开心。妈妈，我们去海边逛逛吧。牵着妈妈的手，光脚踩在细腻柔软的沙滩上，沙很细很软，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。妈妈跟在我的后面看着我，不断让我慢点跑。回头看着身后的妈妈，我的心情变得很好。海边有不少游客还在拍照，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。阳光明媚，海风轻拂，沈城和母亲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。说起来，我和妈妈似乎都没怎么一起拍过照片。妈妈快步跑到我的身边，拉起我的手，我拿出手机，准备记录下这珍贵的瞬间。咔咔的快门声记录下一张张充满幸福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妈妈几乎都是笑着的，眼睛里的愁绪荡然无存。妈妈，我好开心。我也很开心。这种久违的亲密让他们的心贴得更紧。走累了，我和妈妈又去了旁边逛了一圈，路过一家写着转让的店铺门口，从外面看，里面很温馨，很符合他们对甜品店的要求。妈妈，我觉得这个位置开店的话应该不错，我想要到时候在门口放我们自己设计的卡通形象，顾客可以坐在这里看风景，品下午茶。我一边挽着妈妈的手，一边畅想着甜品店的规划，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期待。我跟妈妈都以为摆脱了纠缠，却不知这一切并没有结束。甜品店的地址和店铺都已经选好了，我和妈妈第二天一早就联系了原店铺的主人拿下了，只是因为计划变动的离开这座城市，这才急着出手转让，也就恰好让我和妈妈捡了个漏。中午晚上都没吃饭，甜品吃了不少，但是不饿。只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必须得好好庆祝庆祝。15分钟后，桌上火锅已经准备好了。妈妈，为我们即将走向新的人生，干杯！干杯！清脆的碰杯声响起，开启了新的篇章。这种有钱有闲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生活，不要太幸福了。为我们不用再内耗，干杯！又一杯下肚，心中的重担仿佛也随之卸下。暖暖的火锅下肚，幸福感爆棚。我们以为摆脱了张成以及爸爸的纠缠，却不知这一切并没有结束。我们享受着久违的宁静时光。沈晨吃得津津有味。妈妈，我吃饱了，过几天等营业执照下来，流程都走完，我们就可以当老板了。正在沈晨飘飘然之时，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好。妈妈的严肃让沈晨眉头蹙了起来。妈妈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？沉默了好一会儿。你爸爸的性格你也了解，他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，所以保险起见，必须找几个保镖。这几天摆脱了窒息的日子，他确实忘记了那2个人的偏执。看着火锅飘出来的烟雾，他陷入了沉思。妈妈的脸色更难看。妈妈，你先放轻松，要是我爸爸真来了，我和他拼命。瞎说什么呢？拼什么命？多找几个保镖，反正我们现在不差钱。再说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不用心疼。妈妈的话倒是让沈城放松了，抬头和妈妈的视线在半空中交汇。不管怎样，他们一定会守护好对方。他们不会想到，这些准备很快就会派上用场。1个月后，蛋糕店开业了，妈妈还在后厨准备别的蛋糕和糖水材料。我偷拍了一张她的照片，记录下妈妈专注的瞬间，捕捉到妈妈最美的身影，然后登上自己的微编辑，为新店打上标签，充满自信的文字吸引着顾客。花了点钱买了热搜，浅浅的勾了下唇，收回手机，新生活正式开启。10点钟准点，甜品店正式开业。这会儿外面也有不少的游客，我们店铺开门立马吸引了一大群顾客，陆陆续续有不少过来买蛋糕的客人。收银台前队伍始终不见缩短，妈妈在旁边帮忙打包。到了11点，人流量越来越大，店里不少蛋糕竟然都卖没了，我一个人都有点应付不过来了。大家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正在我收钱的时候，外面人群突然议论起来，好奇心驱使我也看了过去。在人群的包围中，我只看到一个男人，那人似乎正朝着甜品店的方向走过来。人群簇拥着的男人露了脸，这是我爸沈建成，他身上穿着一套昂贵西装，紧盯着我。撞上他的目光时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凉了。你们真的在这里？可让我好找。沈建成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才走到我的跟前。我这几天调查你俩下落，你们却好和我玩心眼子。看着我没有接话，沈建成推开我面前要结账的顾客，顾客立马不满地吵了起来。今天不做生意了，麻烦大家都出去。顾客们不满地吵了起来，我手心出了汗，不禁紧张起来。沈建成冷笑了一声，他拿出支票晃了晃。这家店的所有商品我都买了，现在都给我滚出去。果然他还是这样的自以为是，我以为他会和善些，是我想太多了。我顿时沉了脸，我拿起旁边的扫把，扯掉底下部分，只留下棍子。我拿起棍子这一部分，沈建成依然自顾自说着，
直接敲在了我爸后背，棍子与背部接触，发出闷响。他因剧痛而表情扭曲，心神的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店里一片哗然，父女冲突彻底爆发。这家店是我们母女俩的新开始。我不是没想过会有跟沈建成再见的一天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。他就像一道不请自来的阴影，瞬间打破了所有的平静。你现在翻天了是吧？别忘了，你是我女儿。我爸气得不行，怒吼着，仿佛要将我吞噬。好在妈妈事先预料到了，我耳边传来一声巨响，是妈妈出来了。她手里刚刚做好的蛋糕失手滑落在地上，奶油到处都是。云楚，你好样的，带着我女儿死遁！妈妈，我有些担心沈建成的到来会让妈妈情绪崩溃，但下一秒我看到妈妈快速走过来，一巴掌打了上去。那响亮的声音在店里响起，顾客都愣住了。妈妈冲我招了招手，示意我过去她身后。反应过来的沈建成无比暴躁。云楚，你疯了！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妈妈眸色淡漠地瞥着他，眸内没有丝毫爱意，只剩下一片冰冷。沈建成没想到妈妈会这么冷漠，黑着脸看了店里的顾客一眼。大家别怕，大家自己选一份自己喜欢的，就当做是开业福利。我们先处理垃圾。妈妈说着又扫了沈建成一眼。这垃圾指的是谁？显而易见，店里的顾客们也都听明白了，有人直接笑出了声。顾客们都义愤填膺地看着我爸，有人拳头紧握。老板，你们别怕，他要是敢对你们动手，我们这么多人在。谢谢。万人都比血缘来得让人感动。云楚，程程，爸爸错了，你们跟爸爸回去好不好？沈建成眼眸猩红地望着我们。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那套话术？妈妈把我护在身后，不耐烦地看着我爸，眼中蕴含警告。现在赶紧滚！他走了，就像一阵风吹不散我们母女的羁绊，也吹不走我们对新生活的向往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们真的自由了，生活总会继续，而我们也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甜蜜。云楚，不要太不知好歹。他紧握的拳头预示着一场风暴。沈建成额头爆出青筋，他没想到妈妈会对他直言不讳。妈妈也是一脸阴寒地看着他，怒气隐隐爆发。他紧握的双手透露着内心的挣扎。走！他的手像铁钳般死死钳制住他，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无助。他粗暴地将他拽向自己，试图拥抱。放开！他冷酷的表情丝毫没有动容。男人和女人天生的力气差异让他无力推开。你放开我，我嫌你脏。他充耳不闻，不为所动。脏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嫌你脏。反了你！他松开手，高高扬起，欲扇向他。他惊恐的后退，双手护胸。我噌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此刻我像火炮，谁点炸谁。冲上前，高举木棍，啪一声，棍子重击后脑。他捂着后脑勺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他眼中充满了震惊与不解。妈妈看着我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既然你今天来了，我就一并把账算清。我打了个电话出去，立马有2个人高马大的保镖进来。动手吧，往死里打，只要留条命。保镖们领命，眼神冷酷。我话音落下，沈建成的双手就被固定住了，睁大眼睛，没想到如此被动。咔嚓一声清脆的响起，他的手腕被无情的扣断。沈建成的左手腕被扣住，疼得惊呼出声。沈成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。他眼中是滔天的怒火与不甘。我眼神平静，嘴角一丝嘲讽。这就是你的教养，对自己的爸爸动手。我的眼神冷酷而决绝。教养？沈建成，你难道忘记了，你不过就是提供了一个细胞？从出生到我的成长，你参与了多少教养？你配吗？你……沈建成似乎还想要骂我，可我依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。沈建成脱臼的右手晃荡着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杀了我。收起你的眼神，我和程程是一个户口的，你不过是个外人。妈妈护犊子的站了过来，这些话她本来可以不说，直接让保镖动手处理就好。可是她看不得我受委屈，能让我爸吃瘪，她也开心。手骨像是要被捏碎，沈建成身上青筋爆起来。妈妈，我手有点痒，要不一起？好。有了我的提议，妈妈竟然也毫无顾忌，对着我爸的脸踹了几脚。我和妈妈的力量有限，不过密密麻麻的拳头下，我爸估计也好受不到哪里去，更何况还有这么多顾客在他最在乎的脸面，算是彻底丢尽了。呼，累死我了！别说，这打人还挺爽的，不过也确实挺累的。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我右手边多了一杯奶茶。刚刚听我们说话的顾客把奶茶递给我，还给我握拳加油，我心里头暖和和的。差不多了，把人送回白霜家。我原本是打算直接让保镖把他扔出去，可是又怕扔在门口摊上事，想了想，
还是把人送回去比较安心。既然白霜口口声声爱我爸，就让他看看他所谓的真爱到底值不值得考验。送走了沈建成，店里恢复了安静。我和妈妈相视一笑，心照不宣。夜色沉沉，沈建成终于被送到了白霜家门口。保镖们把他放下，然后悄然离去。他衣衫凌乱，面部肿胀，孤零零地躺着，脱臼的右臂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刺眼。夜色深沉，白霜家的大门紧闭，无人应答。他所谓的真爱，此刻又在哪里呢？店里的顾客还在。我和妈妈对着在场的顾客鞠了一躬，每人送了一份小点心，把顾客都送走了。咖啡馆终于恢复了宁静，我和妈妈才坐下来缓口气。妈妈去后厨端来2碗甜水。程程，你放心，妈妈永远都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今天这种事情再发生，你只需要保护好自己。我可以保护好妈妈，今天真痛快。可惜张成那家伙没来，不然2个一起打。不然什么？没什么，喝完糖水，拉起妈妈的手，我们继续忙活。至于我爸和白霜那边，我暂且懒得去管，把店铺打扫干净，又重新做了一批蛋糕和面包，香气弥漫了整个咖啡馆。我和妈妈坐在店里发呆，门口的风铃响起，保镖回来了。沈小姐，人已经送到了。好的，辛苦了。我起身把早就准备好的甜品拿给2个保镖。您要不看看这个？保镖掏出手机，我疑惑地接过。刚接过手机，我点开播放键，视频开始播放，是白霜和沈建成。姓沈的，这是你活该。沈建成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白霜在旁边冷嘲热讽。给我滚开！白霜被推倒在地，似乎扭到了脚踝，他的表情痛苦，显然伤得不轻。视频里那个泼妇一样的人是白霜，我没眼花，心上人伤成那样，白霜竟不心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鼻青脸肿的我爸竟推开白霜，这太奇怪了。我爸不会被打坏脑壳吧？别怕，他该打。保镖发来一段视频，沈晨和云楚正在观看。视频内容令人震惊，沈晨的表情逐渐凝重，云楚则显得异常平静，似乎对此早有预料。视频中的画面让沈晨感到难以置信。视频中，沈建成与白霜正在激烈争吵。要是不想留在这，就给我带着你的孩子滚出去！你让我滚？我辛辛苦苦为你生孩子，又遭受外界指责，你现在就这个态度？你答应过会给我婚礼，会让孩子认祖归宗的。你做梦！沈建成一巴掌重重地打在白霜脸上，白霜痛哭倒地，场面一片混乱。白霜倒地不起，脸上清晰可见掌印。沈建成怒不可遏，彻底撕破脸皮。目睹眼前一幕，两人都陷入震惊。震惊过后，一种复仇的快感涌上心头。看到仇人内讧，沈成再也忍不住笑出声。这么开心？开心啊！当初妈妈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看他们狗咬狗，真开心。开心就好。云楚起身去嘱咐保镖，确保一切尽在掌握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成打开手机，发现了新的动态：张家少爷殴打未婚妻，宁家千金小三上位。突如其来的热搜让沈成感到十分意外，他迫不及待点开视频，想一探究竟。视频中，张晨在酒吧包厢中烂醉如泥。拿酒来。宁香香出现在包厢，与张成对峙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了多久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争吵升级，张成动粗，宁香香被张成一拳打中，他狼狈倒地，丑闻彻底爆发。张成的暴力行径被完整记录下来，宁香香的狼狈成为新的焦点。一段视频将揭开隐藏的真相。KTV 包厢内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张成显得格外显眼。服务员抱着一箱酒进来，啤酒、红酒、白酒、洋酒很多种。服务员出去后，我看到张成身边的好友调侃道：“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”张成面色苍白，眼神中充满疲惫。他走了。兄弟，你不是快和宁香香结婚了吗？还想着别人？是。我原以为他会否认，他却承认了。他旁边的朋友被这举动惊到了。不要命了！要喝就喝，不喝滚蛋。张成情绪很不稳定，显然是来买醉的。偌大的包厢空旷寂寥，好友放任他作践自己。错了。此刻的张成浑身散发着失败者的气息。我刚准备退出视频，一个女人推开包间门走了进来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他一走过去，张成直接放下酒杯，当着众人的面搂着他使劲地亲了下去。包厢里欢呼声、戏谑声震耳欲聋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他小家碧玉般往张成怀里钻，看得我直犯恶心，内心一阵翻涌。若非隔着屏幕，我真想打死他们。然而下一秒，事情的进展超出我的预料。程程，你好狠心！程程，张成口中竟然在呢喃我的名字，迟来的神情比草都轻贱。一声清脆的巴掌声。张成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宁香香，不是那个坏女人。坏女人？我被宁香香形容成坏女人。
我拳头都硬了。宁香香。再紧接着，视频里传来一道怒吼，屏幕中的张晨满眼狠厉地盯着我那好闺蜜，她的大手正掐着她的脖子。我恨不得现在掐死你，都是你。如果不是你，程程怎么可能会离开我？张晨咬着牙吐出了几句话，勾了勾唇，表情极尽凉薄。宁香香的呼吸越来越弱，脸色都白了。就在我觉得她可能会被张晨掐死时，她松手了。宁香香猛烈地咳嗽了起来，她咳得泪花四溅，趴在地上如同一条狗一样的。我却高兴了。包厢里死一般的沉静，音乐声也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宁香香发疯一般的嚎叫。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在我离开以后，还会有这样的一出好戏。只是可惜了，我不在现场，不能亲自记录这一切。不过看到他们这样，我也舒服了。视频看到最后，感到舒服的同时，我也觉得有些恶心，不是一点点。张晨是真渣啊！退出视频，随意翻动了热搜底下的评论，基本上都是抨击张晨的。不过也有不少网友为我说话的。妈祖闺蜜的感情后被未婚夫打宁家千金做的事情，真的刷新我的三观，抱走我们晨晨。虽然不知道晨晨如今是不是还活着，不过我真心祈祷他在别的地方开始了新生活。浏览着网上的评论，我单手摩挲着手机屏幕，我一定好好的生活下去，活得精彩才是对那对渣男贱女最好的报复。陆思觉审阅助理报告，沈建成公司财务状况堪忧，张晨与宁香香矛盾激化，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一通电话将搅动风云。沈城，最近怎么样？听说你那边事情不少。他期待着沈城的回应。沈建成最近的日子可不好过，我父亲对一些商业信息很感兴趣，特别是关于他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想知道沈城手中握有多少筹码，他知道沈城的复仇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，他享受着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。棋局已开，胜负未定。咖啡馆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，他的咖啡技艺日益精湛。一通电话打破了平静，意料之中却又警惕。喂，陆思觉。陆思觉的话语让他心中波澜微起，他敏锐地捕捉到话语中的深意，他思索着如何应对。陆总的消息总是灵通，不过有些事我还是想亲自处理。陆思觉的试探我心知肚明，我的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，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，每一个棋子都必须谨慎布局。属于我的复仇远未结束，我将迎接新的挑战，未来充满了未知，但他的决心从未动摇。一张旧照片勾起回忆，那是他复仇的动力。为了失去的亲情，我必须变得更强大，继续我的生活与计划。平静之下，暗流涌动，我准备好了，迎接一切。咚咚咚，我出神时，妈妈敲响了我的房门。睡好了吗？打开门，妈妈掐了一把我的脸。出来洗漱吃早饭。好哦。抱着妈妈的腰，我感觉无比的满足。多大了还撒娇？我故意在妈妈的怀里蹭了蹭，并没有打算告诉她微博上的事情。吃过早饭，家里来了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。妈妈告诉我，那是她又请了几个保镖。妈妈担心沈建成不会这么快的死心，我倒是没有意见。吃过早饭，我们出发去甜品店。停车，快停车！妈妈突然喊我停车，听到妈妈的话，我立马把车靠边停了下来。妈妈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东西落在家里了吗？那边有个人晕倒了。顺着妈妈指过去的方向，我看到了一个男人。此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男人会和我妈妈有怎样的故事。我和妈妈赶紧下车跑过去。躺在地上的男人应该40多岁。要在口袋。妈妈迅速地将男人身上的扣子解开，在他的口袋里摸索了一阵，很快从他衣服口袋里取出一瓶药来。我连忙端过一杯水来，看清楚了瓶子上面的字，那是心脏病人的用药。男人在咳了几声之后，妈妈给男人喝了几口水，又等了几分钟，男人这才缓过来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男人的声音很低沉，颜值和气质完全碾压我那个便宜沈建成。他从地上起来了，弯着身子鞠了一躬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陆征，改日一定好好登门道谢。云楚接过名片，沈晨好奇地看着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陆征，改日一定好好登门道谢。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对方竟然是个老总，还是隔壁海岸城的老总。不用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不知您的贵姓？我姓云，叫云楚。第二天一早，帅大叔就带了3000万支票，他还经常来店里光顾妈妈的生意，将我们店里的甜品买下，给公司员工当下午茶。我们店的营业额直线上升。我觉得帅大叔大概是对我妈有意思，他看我妈妈的眼神都在发光。程程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喜欢就尝试着接触，不是所有男人都和我爸那样的。我温柔轻笑着，聊到深夜，妈妈回房间了。我脑袋里一晚上都被妈妈和大叔的事刷屏，我嘴角的笑怎么都压不下去。看来我和妈妈的日子真的要越来越好了。
这天，我挽着妈妈的手往别墅门口冲，却没想到撞到了一堵肉墙。我抬头，眼前所见让我僵硬住了，是我爸沈建成。麻烦沈先生让开，我们要回家。我冷声道。沈建成脸色一白，程程，你别忘记，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。是，那又怎样？我不过是个不被承认的私生女。我的话让妈妈摆了脸色，她摇头。你不是私生女，你是妈妈的宝贝。沈建成深吸一口气，云楚，跟我回去，我娶你。程程的身份我会公开，她会是我唯一的女儿。白霜和沈欣，我会给他们一笔钱，让他们离开。他像是做了最大的让步。在与沈建成彻底闹翻后，白霜陷入绝境，她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，意外联系上了沈城。沈城表面平静，内心却对这次会面保持警惕。白霜急需一个翻身的机会，两人曾经的恩怨让这场见面充满了变数。我走投无路了，沈城。沈城深知白霜的自私本性，不敢掉以轻心。沈建成公司有很大的财务漏洞，这些信息是扳倒沈建成的关键，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操作细节。沈城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信息的价值，这些足够你扳倒他了。他开始盘算如何利用这份筹码。白霜紧张地等待着沈城的反应。你想要什么呀？我需要你的保护和一笔钱。沈城冷静地评估着白霜的条件。为了孩子，我必须活下去。孩子是白霜最后的筹码，所有资料都在这里。这是他复仇之路上的重要一步。我可以帮你，但你必须完全听我的。我答应你。一场新的较量即将开始，他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向何方。沈城的复仇计划又多了一枚关键棋子，而沈建成对此却一无所知。